Hello， 大家好，我是海螺老师啊。然后今天是来给大家去录一节赛的一个基础软件教程课，好吧？然后我们这边废话不多说，直接就开始讲啊。然后首先这个是我们打开我们的一个赛，它的一个界面就是像这个样子的啊。然后首先呢，我们需要去新建一个画布，然后点击左上角这边有个文件，这边有一个新建，点击这个新建就可以了。然后新建画布这边是有很多的一个预设，就比如说它的一个预设尺寸，它的一个宽度、高度、分辨率的一个背景。然后重点要去讲一下的，首先就是它的一个高度、宽度，这个是决定你的一个画布的一个大小。然后一般如果说我们自己去作画的时候呢，我比较推荐大家去选择这个预设的 A4 尺寸。这个 A4 尺寸呢，基本上是可以涵盖你需要用到的大多数的一个作画。然后我们的画布之后是可以去调整它的一个大小的，所以说这个只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你的一个画布大小而已。之后如果说你要去调整你一个画布，我们之后再去讲怎么样去进行一个调整，好吧？然后首先宽度、高度这些呢，我们就是默认的一个单位是一个毫米。打印的一个分辨率的话，我们一般调到一个300左右就可以了，350的话就算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分辨率了。背景的话不用管，就选一个白色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就基本上新建画布就这样子就选择到这里就行。然后我们点一个 OK。好，然后这个是我们新建出来的一个画布，好吧？然后讲完我们新建画布如何做了之后呢，我这边就直接跟大家去讲一下我们的一些快捷键啊，我们这些快捷键。快捷键的话呢，先讲笔刷啊。笔刷的话有几个默认的一个快捷键呢，首先就是一个 N 铅笔 ，B 是喷枪啊。喷枪的话呢，它是这种柔边的一个笔刷，然后还就是 V 画笔，像这种是画笔工具。然后这种的画笔工具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叠色的一个功能在里面。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水彩笔工具。水彩笔工具的话呢，它一般在我们作画里面用的是一个过渡的一个作用，它可以把两个颜色啊非常自然的融合到一起，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水彩笔工具。然后是橡皮擦，橡皮擦的话顾名思义它就是个橡皮擦啊，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啊。然后后面的话可能就要重点去讲一下的地方就是这个选区笔、选区擦还有模棒套索工具。这里呢，我们就统称为是它的一个选区工具啊，这统称我们就称之为是一个选区工具，好吧？这个选区工具的话呢，我就拿之前啊画的一张画来给大家去讲一下这个选区工具我们到底怎么样用。首先一个模棒工具。模棒工具作为一个选区呢，它是可以直接选择我们这一大片的一个背景区域。然后这边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什么东西呢？首先，如果说这是我们的一个线稿图层，对不对？然后如果说我们要在一个线稿图层上面去进行一个选区的话，这边取样来源，你记得去选取当前图层啊，选取当前图层。然后我们点击它的一个背景，好，我们去点击它的一个背景。我们就先简单的给它去做一个选区啊，然后这边我不会做的特别的细啊，然后如果想要去看这种啊，想要去看这些地方的这种具体怎么样去把这种选区做很细的话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直播课，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公开课都可以，好吧？然后上面的话呢，这边我们选完区之后，我们上面找到选择反选，看没有？上面选择这边点击反选。就可以得到一个我们人物的一个选区，然后这边我们一个人物的一个选区，这个选区到底有什么用啊？就是可以保证我们的一个作画不会超出我们的一个选区的一个范围，这个就是我们一个选区的一个作用。然后现在我们做完这样的一个人物的一个选区之后呢，我们可以在线稿的下方去新建一个图层，然后之后用我们的一个油漆桶工具给它去填充一个底色啊，比如说我的一个习惯，我一般是习惯去填充一个皮肤色啊，去填充一个皮肤色。然后这边顺带一提，就是我们刚刚除了我这边给大家去介绍到的这些笔刷以外，它其他的这些笔刷它是没有快捷键的。那怎么样去设置这些快捷键呢？就比如说我刚刚说到的一个油漆桶，我们双击这个油漆桶，你看没有？这边可以更改它的一个工具名，并且可以给它去设置一个快捷键。然后油漆桶的话，你可以给它设置一个支键。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常用到的一个工具就是一个模糊工具。模糊工具的话呢，你可以自己去设置一个你喜欢的一个快捷键，只要不冲突就可以了，好吧？然后接着回来讲我们这个选区的一个功能啊。好，选区的话，我们模棒功能其实就是这样子，已经介绍完毕了啊。模棒功能已经介绍完毕了。然后其他的一个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选区笔跟选区擦，这个怎么办呢？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模棒工具在你的一个线稿上面，你在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小的一些空隙啊，你看这种小的一个空隙，
你没有办法用魔棒工具直接给它去选择。如果你这时候用魔棒工具一点一点去点的话，它其实是很没有效率的，它其实很没有效率。然后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的一个选区笔工具，直接在这里给它去进行一个涂抹啊，直接用这种选区笔给它去抹上去啊，就这种小的一个空白点给它去抹上去，这个就是一个选区笔的一个作用。然后除此之外呢，选区笔的话，它画出来的一个封闭图形跟我们的一个线稿它是一样的一个作用。接下来我们再按 W， 它是这个魔棒工具也会只选择到选区笔画到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好吧？这个就是选区笔的一个作用。一般我们是魔棒工具搭配选区笔去进行一个选区，这样会比较方便。选区擦的话就很好理解了啊，就是选区笔跟选区擦它就是一个反义词吧，其实跟我们的一个铅笔和橡皮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啊。选区擦擦掉的话是可以把作为选区的部分给它去擦掉啊，这就是我们一个选区擦的一个作用。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选区的一套啊，选区的一套。然后下面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套索工具的。套索工具的话呢，它除了作为我们一个选区的功能，它也可以辅助我们去帮助调整我们的一个画面。就比如说我现在要把这一个区域给它去拖动，然后我就可以先选择套索工具，套住我想改变的一个区域，按 Ctrl 加 T，Ctrl 加 T， 然后把鼠标挪到中间，是可以去挪动它的一个位置的啊。然后现在这边是选择默认的是自由变换，然后它还有一个功能是可以选择扭曲，你是可以单独的去拖动它其中的一个锚点啊，就可以拖动它其中的一个锚点啊，给它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效果的一个处理啊。这样子呢，这样子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用处啊？就比如说我们想要去做一个透视，对吧？我们想要去做一个透视啊。这个扭曲功能呢，就其实可以帮助我们非常快速的把这种透视的一个效果给它去做出来。然后它的一个快捷键在下面叫做 Ctrl 加 T 啊 ，Ctrl 加 T。套索工具跟 Ctrl 加 T 我们一般是配合着去使用的，好吧？好，然后这边呢，我们按 Ctrl 加 Z 撤回。好。然后套索工具，然后整个选区的这一套呢，我们就讲完了。H 的是水平翻转，是翻转你的一个画布啊，水平翻转你的画布。这个功能的话呢，它对我们的一个作画没有实际的帮助，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它是用来去检查我们的一个画面的。就比如说我们这边画完了一张线稿之后，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翻转画布去检查我们这个画面有没有一些违和感啊。这个主要是用来一个检查的一个作用。好。然后之后的话，下面的一个功能呢是讲到了一个撤回键。这个撤回键跟保存键呢，在大多数的一个办公软件里面，它都是一个共用的。撤回键它是可以撤回你上一步的一个操作，不管你是什么你要改变这个图形是吧？你按 Ctrl 加 T 你改变了这个图形。那我们按 Ctrl 加 Z 也可以去进行一个撤回。你这边画错了一笔，你可以撤回。你不小心擦掉了不该擦的东西，你也是可以去进行一个撤回的。撤回的话呢，它不只是撤回我们的一个笔画，它也可以撤回我们上一步的一个操作，好吧？然后 Ctrl 加 S 很简单，就是保存。然后就是大家要记得时刻去保存一下，好吧？就大概一个15分钟左右的一个频率，你去记得保存一下。我是不希望大家去经历那种。你画到一半，结果软件崩掉，或者说突然断电，然后你这样画白画了，你可能一个下午白画那种痛苦，我不希望大家去经历，所以时刻去记得一下保存。然后刚刚这个自由变化呢，有给大家去讲到，我们就不多去讲了啊。然后 Ctrl 加 Shift 加 I 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选择反选啊，就是搭配我们的一个魔棒工具去使用的，好吧？然后 Ctrl 加 R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工具，叫做尺子工具。就很多同学是不知道我们这种赛它是怎么去画圆的，对不对？然后我们找到上面这里尺子，我们可以去预设一下我们这个尺子，它默认是直线。如果说你想要去画这种圆形的话，你就点击这个同心圆就可以了，然后按住 Ctrl 是可以拖动我们这个同心圆的一个位置。按住 Shift 呢，按住 Shift 是可以去等比缩放我们这个同心圆的一个大小。Ctrl 加 R 呼出尺子 ，Ctrl 加 R， 然后就会隐藏这个尺子。这个尺子的话呢，它会根据我们这个尺子的一个形状，去画出一个这样子规则的一个图形啊。这就是我们这个尺子工具的一个作用，好吧？然后取消选区呢这边取消选区的话呢，我们就要重点去讲一下取消选区跟我们这个隐藏选区。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现在我们去
做了这一块选区，对不对？去做了这一块选区，然后现在我们接下来所有的一个作画都只会在这一块选区里面去做啊。然后我们如果说我们要取消这块选区，我们现在要去画其他的地方呢，我们就可以按 Ctrl+D 取消选区啊，这个很简单，很好理解。然后这个隐藏选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选区的一个边缘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蚂蚁线，这个蚂蚁线呢其实是比较影响我们的一个视野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可以按 Ctrl+H 可以隐藏掉这个蚂蚁线，但是它的选区还在啊，但是它的一个选区还在。这 Ctrl+H 呢，只是为了方便我们去进行一个观察啊，就是把这个烦人的蚂蚁线给它去隐藏掉而已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选区啊，选区的一个隐藏选区跟取消选区的一个作用。然后 Alt 加空格加左键，按住 Alt 加空格，你就会发现你的一个鼠标它是不是变成了这样子一个可以扭转的一个东西啊，对不对？然后我们去拖动我们这个鼠标，去拖动这个画布的话，它可以把我们的画布去进行一个扭转。然后这个扭转的话，就是我们平时在勾线的时候，有些角度你也很难去勾嘛，就是我们这个手不好去勾，我们就可以用这种翻转画布的一个方法啊。然后如果想要这个画布回正的话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地方啊，我们点一下这个重置视图的一个显示角度，吧唧点一下它就会回正了啊，这个很方便。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空格加左键，空格加我们的一个左键呢，你也可以用我们的一个数位笔去点，也是一样的啊。空格加我们这个数位笔去点，它也是一样的，是我们这个移动画布啊，往上拖、往下拖，它都是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些没有写在这个上面的，就是我们这个滚轮。我们的滚轮呢是放大和缩小画布啊，滚轮是放大和缩小画布。然后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吸色功能。这个吸色功能是什么意思啊？我先取消一下选区，我刚忘记取消选区了啊。我们现在这个吸色功能什么意思呢？啊，然后这边是一个黑色啊，这边是一个红色啊，然后这边是一个红色。然后我们按住 Alt， 比如说我现在我要选择这个颜色，我按住 Alt， 你就会发现你的鼠标变成了一个吸管。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块区域啊，点击一下你要选择那块颜色，它就会吸这里的颜色。包括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吸管的一个工具。吸管工具呢，在你平时在画画的时候用到的非常多，就是 Alt 加我们的一个数位笔，我们去点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现在呢，我们这一个阶段呢，就是先讲到这个地方，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可能要给大家去展示一下我们这个图层的一个效果。好，然后现在我们来讲一下我们这种一个图层的一些妙用啊。首先，一个图层最基本的一些用处啊，图层最基本的一个用处就是上面的一个图层，它会默认挡住下面的图层。就比如说现在我这个图层1，它是我画了一个红色的一个圈圈，然后现在我画一个绿色啊，画一个绿色，在图层2，图层2上面的一个内容会挡住图层1的一个内容，对不对？然后这个是我们默认的一个图层的一个效果。然后现在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如果说我平时在画画的时候，我想要在这一块区域内去作画，然后我在上面去新建一个图层啊，如果说我们去画的话，它很容易就是说画出去，对不对？就是这样子会画出去。但如果说我们不想让它画出去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图层2去选择这边，我们去选择创建一个剪贴蒙版。创建剪贴蒙版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就是图层2的一个显示内容只会叠在图层1上面。等于说，如果说图层1在旁边没有去画出其他内容的话，你看这旁边如果说没有其他的一个内容的话，它这个图层2的内容是显示不出来的啊，这个是显示不出来的。这个在平时我们绘画过程中，这个创建剪贴蒙版的一个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就经常会用到。然后我这边再重新给大家去演示一下。首先啊，我们在这边画一个红色的一个橘色区域啊，画一个橘色的一个区域。然后接下来我可能要在这个橘色区域上面呢，我可能要去给它去做一个明暗啊，或者说我要去给它去做一些效果上面的一个处理啊，怎么办呢？那我就去在这个图层1上方去新建一个图层2，这个图层2要放在图层1的一个上方，然后这个要注意一下。然后点击创建剪贴蒙版，这个左边有一条粉色的杠杠，就说明这个是一个剪贴蒙版图层。然后我们就可以去选择其他的一个颜色，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喷枪工具啊，用一个喷枪工具把这个下面给它去压暗啊，我们就这样子去压暗，它就不会跑出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橙色的一个范围外，是不是啊？我们像这样子去做它的一个明暗啊，包括去做它的一个刻画都是非常方便的啊。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我可以要去给它去做一个亮面，对吧？也可以用我们的一个喷枪工具在这块给它去打亮啊，这样一块给它去打亮。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功能，好吧？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创建剪贴蒙版的一个功能。然后讲完这个功能之后，还有上面的一个图层的一个混合模式啊。然后就比如说我现在我们也用刚刚的一个颜色吧，我们用刚刚的一个颜色。这个的话呢，我们就简单略过一下啊。这个平时呢，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会讲的比较多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个图层效果的一个使用，这个就需要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我们就简单的拿几个比较常用的跟大家去讲一下。首先就是一个正偏叠底图层，正偏叠底图层它的一个颜色呢会比较偏重一点点啊，它就会比这个下面这个颜色会更加偏重。你看现在。我这样正常画在白色的一个背景下的时候，它是这个颜色，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两个颜色重叠的话，你就会发现它们重叠的一个部分颜色会变深，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正偏叠底的一个功能。然后接下来我们去试下其他的，像我们的一个发光，发光的话呢，它就是会让我们这个颜色会变得更加的亮啊。这个发光图层的话。发光的一个图层混合模式的话，比较适合去画我们的一个高光，或者说我们要去打亮某一个位置的话，就会经常用到。其他的像什么加深、减淡啊、柔光、强光这些，大家去下载赛可以自己去尝试去用一下，好吧？我们这边呢时间有限，我们就不每一个都给大家去讲了。好，然后我们接着讲到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呢，就是赛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功能，就首先是你点击这个位置，看到没有？点击这个位置。它这边有一个对称尺啊，这边有一个对称尺，然后这个对称尺呢，它的一个默认的一个位置啊，会出现在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地方。你可以按住 Ctrl 啊，按住 Ctrl 去拖动这个对称尺的一个位置。然后这个对称尺有什么用呢？啊，这个对称尺有什么用呢？你在对称尺的左边画出来的一个图形，它会在右边完全对称的画出一模一样的一个东西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对称尺的一个妙用。这个对称尺呢，平时大家在画一些正面的头像，尤其是画 Q 版画这种正面头像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用到我们的一个对称尺工具去画的啊，这样就可以保证你两边是完全对称的一个造型，好吧？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对称尺的一个功能。然后如果说你想要把这个对称尺删掉的话呢，你只要找到这个对称尺，点击这里啊，有一个删除所选图层。其实对称尺的话，它的一个属性跟我们图层属性是有点像的，你直接点一下删除啊，或者说你点在旁边这个，你点在旁边这里有一个点，你就可以隐藏掉这个对称尺了啊，好吧？然后对称尺的话，它除了可以画这种直线的，你按住 Alt 啊，你按住 Alt 键。把鼠标拖到这个对称尺上面，你是可以拖动这个对称尺的一个角度的啊，就拖动这个对称尺的一个角度啊，它也是一样的啊，可以画这样子可以辅助我们去画出一些我们想要的比较好玩的这种图形啊。就如果说你自己去画对称的话比较麻烦，我们就可以去熟练的运用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对称尺工具。还有一些就是比较辅助的一些基本操作，就比如说我想比如说我在画这张图的时候，我想要去给它去做一个我想要给它去做一个预览图。我们左边这样的一个默认预览图它是很小的嘛，对不对？我们就可以找到这边有一个视图。这边有一个新建浮动视图啊，这边有一个新建浮动视图，然后这个浮动视图呢，你是可以拖动它的一个大小的啊。如果说你有两个屏幕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屏幕拖到另一个屏幕上面，这个是可以给我们起到一个预览图的一个效果。然后现在我在这张图上面画的一个所有的一个内容，它也会在右边同步的去进行一个显现，这个就方便我们去随时的去观察我们画面的一个大关系、一个大效果啊。就有些时候，有些同学我知道你们的啊，你们就很喜欢去抠，对吧？你们抠着，然后你就不知道你这个整图的一个大效果怎么样，然后我们就要用滚轮，然后可能把这个图片给它放大。但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工具之后呢，你在抠细节的时候，你也可以去看到你整体的一个大效果。所以说这是一个新建啊，就是这边我再给大家去重复一下啊，这边有一个新建浮动视图的一个功能，好吧？然后你在这边直接关掉这个浮动视图，对你本体啊，对你这个画面的一个本体是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影响的。还有一些比较有用的一些小功能的话啊，就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我现在要改变这一坨啊，我要改变这一坨橙色的颜色，我是不是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用创建剪贴蒙版，然后在上面去加颜色呢？是不是只有这个方法呢 ？No， 并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个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在图层1这边，我们选择这里啊，锁定透明像素。我们锁定透明像素之后，我们接下来的一些所有的一个作画，它也不会跑出这一个区域范围。这个功能呢，比较适合、比较方便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去改变我们的一个线稿的一个颜色。但是实际上，在我个人的一个使用体验下来呢，
它的一个使用频率是不如我们的一个创建剪贴蒙版的啊。创建剪贴蒙版的话呢，它至少不会改变原本图层的一个颜色。你像这里，像如果我们是选择这个用这个锁定透明像素的一个功能的话，它是会改变我们原版的一个颜色的啊。所以说这样子呢，其实会造成一些影响，就是你没有什么容错了。比如说你画错了之后呢，你就只能一步一步的去撤回，你没有办法整个图层去进行一个颜色的一个修改，好吧？然后现在呢，我们再讲到其他的一些用处呢。现在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图层1，它是一个橘色，对不对？那如果我想要改变这个颜色啊，我想要改变这个图层的一个颜色，我们可以按 Ctrl 加 U 啊 ，Ctrl 加 U， 它会呼出一个这个面板啊，这个面板是可以去调整我们这个整个图层的一个颜色啊。注意，如果说你没有去做一个选区的话，它是去调整你整个图层的一个颜色的。你看这边我们可以去调整它的一个色相，比如说我想要画一个绿色的啊。或者说我把它一个饱和度给它去降低，我想要画一个灰色的，或者说我想让它纯度变高啊，我想让它纯度变高，或者说把它的一个明度降低啊，就是可以通过我们这样子一个 Ctrl 加 U 的一个功能去进行一个调整。就如果说你要单独的去调整，比如说我要单独调整下面这个字的一个颜色，这个时候就要回到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套索工具，我去把它套住。然后再按住 Ctrl 加 U 啊，再按 Ctrl 加 U， 我们就可以去进行一个调整啊，进行一个选区的一个调整。因为 Ctrl 加 U 的话，它默认是调整你所有你整个这一个图层所有的一个颜色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需要去单独的调整颜色的话呢，我们就记得要用套索工具，刚刚跟大家讲到的一个选区工具去进行一个选择就可以了。到这边也就在接下来往后面去讲到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笔刷的一个设置啊。笔刷的一个设置呢，我们往右边去看啊，这边是有一个这边是有可以看到，这个是选择画笔啊，它的一个轮廓的一个散焦程度。右边最方的话，它这种画出来，它的一个边缘就是最实的。然后越往下面走啊，越往下面走，它的一个边缘就越虚，对不对？它的一个边缘就越虚。然后到最下面的话，它其实它的一个边缘就会有一点点类似于这种喷枪的这种感觉，好吧？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我们一般铅笔工具的话，我们就只用这一个就可以了，就选择这种边缘最实的就可以了。然后画笔的一个大小啊，画笔的一个大小，先不要去管它。我们的一个画笔大小怎么样去调整呢？我们是可以按我们的一个键盘上面，键盘上我们回车键左上角，它是不是有一个这个键啊？有个这个键。啊，你们可以仔细去看你们的一个键盘，这个就是我们去调整我们的一个画笔大小的一个键啊。然后这一边呢，它是减小啊，减小，然后这个是加大啊，这个是加大，我们可以自己去试一下啊，我们可以自己用我们的一个软件去试一下。然后这边它的一个画笔一个最小大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啊，我画一条这种中间重两头轻的这种线条，你会发现它旁边两边的一个线条，它还是会有一点点椭圆的这种感觉，对不对？就如果说你要画两边非常尖的这种线条的话呢，你就把最小大小直接调成0，然后现在你画出来的这种线条，你看旁边就会变得非常的细啊，旁边变得非常的细。啊，然后就是它的一个笔墨浓度啊，笔墨浓度就是它这一张啊，就是我们现在画出来的这个，它显示出来大概是有多浓的一个浓度。但这个笔墨浓度的话，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用这种铅笔工具，它叠在一起是会进行一个叠色的，好吧？进行一个叠色的。然后这个最小浓度的话呢，也是去决定我们这个压感的。就如果说你用力的去画，你用力的去画，它的就是比较重。然后旁边两边这些地方比较轻的话，它的一个地方就会有一点点显得有一点点透明。这个最小浓度，我们平时在勾线的时候啊，记得不要去给它打开啊，直接给它关掉就行了啊，就直接给它关掉就行了。然后下面的这些纹理啊，这些纹理的话，就是会改变啊，会改变你这个笔刷的一个属性。这个大家也就是自己根据我们的一个画面去进行一个调整，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跟我们这个混合模式啊，就图层模式是一样的。这个我建议呢，大家就是自己去调整一下。这个功能用到的比较少啊，这边我们就简单的给它去带过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最后呢，我们就先跟大家去讲一下我们的一个操作习惯吧。其实默认的一个赛呢，它的一个画板以及它的一个笔刷是在左边的。我是怎么把它调到右边去的呢？其实这边有一个窗口啊，这边有一个窗口，然后这边是有一个靠右显示颜色和色板工具，然后你这边你就看你自己的一个习惯了，好吧？就看你自己的一个习惯来去进行一个选择就可以了。我是喜欢把这个图层放在左边，然后把这个画笔还有这个色板放在右边的。
然后如果说你想要去调出这些滑块的话，比如说我现在这个色轮以及这个 RGB 滑块，还有这个 HSV 的一个滑块，你要如何去把它们调出来呢？我们这边显示操作面板啊，这边显示操作面板看到没有？这边显示色轮，显示 RGB 滑块，显示 HSV 滑块，然后我们只要选择它勾中就可以了。然后包括这些色板啊，它这些调色盘啊，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给它去进行一个勾选啊。然后我们大家这边自己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这个导航器的一个操作面板呢，其实就是我们左边这个小预览图啊，就是它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导航面板。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保存啊，我们画完一张画，我们要保存。如果说你保存错了格式的话，那其实还挺麻烦的，对不对？然后我们这边点击文件。这边有一个另存为啊，我们这边保存的话就是默认它，你点击保存，它就会给你弹出来，让你选择一个保存的一个位置。然后如果我们想要单独另存为一个其他，比如说 JPG 格式的话，我们就可以单独进行一个选择。就比如说这边呢，我们保存的一个类型，我建议大家一般是保存 PSD 格式，而不是保存默认的赛格式。还有一个什么情况要去保存这个赛格式呢？等一下我会给大家去讲到，好吧？我一般情况下我是建议大家去保存 PSD 格式，因为 PSD 格式呢，不管你是用 Procreate 还是用 PS 还是用赛，都是可以打开 PSD 格式的。那如果说我们要去保存它的一个图像文件的话，我们就保存 GPG 格式啊，就保存一个 GPG 格式，然后这边点击一个保存。然后压缩品质的话呢，我们这边就其实不用去管它了，它的一个默认其实就已经不错了啊，就已经不错。你也可以这边把它压缩品质调成100%，然后这边点击一个 OK， 它就会去导出我们的一个图片啊，就导出我们的一个图片。然后刚刚我讲到，我们一般情况下是要去保存它的一个 PSD 格式嘛。那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不保存 PSD 格式，而是保存它原始的一个赛格式呢？这边我要去讲到的一个功能，它是一个赛里面非常实用的功能，叫做钢笔工具啊。这个钢笔工具的话呢 ，Procreate 和 PS 也有。但是完全没有赛的好用。然后我们现在点击这里啊，就是创建一个新的钢笔图层。这个钢笔图层啊，我们首先找到这个默认的一个钢笔工具，它所有的一个快捷键呢，都要你去进行一个单独的一个设置啊，包括它的一个笔压啊，包括它的一个曲线什么这些东西，都需要你去进行一个单独的一个设置啊。单独设置快捷键的方法，刚刚也告诉大家了，去双击一下，然后这边下面去设置快捷键就可以了。首先，它的一个钢笔工具呢，跟我们普通的一个铅笔工具，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像的啊，它其实功能是有一点点像的。你画出来之后，它是不是就跟我们的一个铅笔工具画出来的是一样的？但是钢笔图层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按住 Ctrl 啊，我们按住 Ctrl， 它是可以拖动里面的一个锚点的，是不是？你这里面一根线条，如果说你画歪了，你是可以去调整啊，你是可以去调整你这一根线条的一个大小的，并且，然后我们这边找到一个笔压工具，这边有个更改线宽的一个笔压，我们是可以把这个中间给它单独的去调粗，或者说调细的啊。然后我们选择这个笔压啊，选择这个笔压，这样子往右边是调粗，往左边是减细啊，往左边是减细，这样子你是可以去调整出来一个你觉得就是那种非常自然的一个线条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钢笔工具呢，我一般叫它一个什么工具，叫做偷懒工具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画一些比较长的线条，比如那种头发，我们大家就是这样子去勾线的时候画一笔，它有一点难画，对不对？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子画完一笔之后呢，我们按住 Ctrl， 我们去拖动，把这根线条拖动到我们想要的一个位置，然后并且呢，我们可以用笔压功能去把该重的地方给它去调重，去做出一根这个线条啊，去做出一根这种自然线条该有的一个变化啊。这个就是一个钢笔工具的一个妙用，好吧？这就是钢笔工具的一个妙用。然后这边的一个曲线呢，曲线的话，我们点击这个曲线工具，它就会根据我们的一个落笔啊，根据我们的一个落笔去设置我们的一个锚点，啊，像这样子，可以把我们这种线条根据这样子我们想要的一个情况啊，想要画的一个线条给它去画出来。然后之后呢，我们再按住 Ctrl 去拖动这些锚点啊，改变它的一个位置，并且用我们的一个笔压工具去调整它的一个线条的一个粗细以及线条的一个大小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一个钢笔工具，我们的一个钢笔工具的一个用处。然后这边的话，如果说我们要保存这个钢笔工具的一个图层的话，我们就需要去保存它的一个基础的塞2格式。我们这边就需要保存它的一个塞2格式啊，这边记得要保存一个塞2格式。如果说你保存的是 PSD 格式的话，那你重新打开这张图的时候，你的一个钢笔图层它就会变成普通图层，但同样的，如果你想让这个钢笔图层呢，让它变成普通图层的话，也很简单，只需要在钢笔图层下方去新建一个图层，普通的一个图层，然后点击这里有一个合并图层啊，点击这个合并图层，现在这个图层3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一个锚点了，它就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一个图层了，好吧？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一个钢笔图层的一个所有的一个用法。然后现在呢，基本上我们赛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用法啊，以及常用的一些用法，我就已经给大家去讲完了，好吧？还有一个忘记讲了，不好意思啊，就是我们的一个画布大小，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啊？上面找到我们的一个图像，这边有一个画布，点击我们的一个画布大小。这个画布大小其实调整的跟 Procreate 还有 PS 比起来要麻烦很多，它没有办法直接去拖动我们这个画布大小，而是要通过这里的一个尺寸，就比如说这边的一个高啊，它的一个宽高，你要去调整它一个百分比。比如说我想让它再稍微拉长一点，这个画布我觉得它有一点太短了，我想让它稍微拉长一点，那我这边就可以输入一个120%啊，这边输入一个120%，然后点击确定，然后它就会我在下面去延长，然后同样的啊。如果说你想让它上面去延长你让它延长上面的话，你把这个定位定到下面这个位置，然后再把它的一个高度拉到120，点击确定，它就是延长上面了。其他的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想让它图像画布大小，然后比如说你想让它加宽，你想让它加宽右边，那我们就定位定到左边，定位这个格子定到左边，把它的一个宽度调成120，点击确定就可以了，好吧？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画布怎么样去调整的一个功能啊，好吧？然后这个基本上就是我平时我自己在用赛的时候我用到的功能基本上就是这些功能。其他的一些很多功能呢，它还有很多很丰富的功能，但是我们可能用的频率没有那么高，我这边也没有给大家去讲了。我只要把我刚刚讲到的这些功能你去给它吸收好的话，你基本上用软件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好吧？这个赛这个软件呢，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简单是真的非常非常简单。然后顺带一提，上面是有一个手抖修正的。这个手抖修正呢，你根据你的一个电脑的一个情况，你一般是开到一个3到9就可以了，一般开到3到9，不要给它开得太高。如果开得太高的话，你就有一点点控制不了你自己的一个笔了，好吧？就很容易控制不了你自己的一个笔。然后包括如果说你的一个电脑如果比较差的话呢，它也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延迟。你看，就如果说你这种手抖修正铃开太大的话，它这个延迟是很强烈的就一般我们只要开到一个9或者说开到一个4、5、6、7、8、9，随便你开多少都行。然后开到0的话，它就是没有手抖修正。就如果说大家在刚开始的时候呢，可以借助这个手抖修正，让自己的勾线没有那么的丑，好吧？好，那么我们今天的一个赛的一个软件课呢，就先讲到这里，好吧？然后就同学们再见了。就如果说我们有什么需要去问老师的地方呢，你可以跟我们的一个辅导老师去问一下，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拜拜。